Hello，大家好。在这个主能降压的整流电路当中，我们看这个 C 输入电能。我们知道，这个电能器它是一种可以储存电能的元件，也就是储能元件。那么在这个电路当中，这个电能器它是一种无极性电能器。那么能不能把它换成有极性的电能器呢？平时在学习当中啊，有些老铁这样问这个问题，其实这个问题也提得好。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只要分析一下这个电流的走向，这个电能器是怎么充电的，就可以搞明白这个电能器的选用。这是一个无极性电能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流的走向，它的工作过程。当接通电源220伏输入，那么这个电流的走向，这个220伏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什么？一个正弦波，是吧？一个正弦波，上面是正半周，下面是负半周。当正半周的时候，那么二楼端就是正极啊，这个时候电流走向从二楼极出发啊，直接对这个电能器怎么样充电啊？对了，充电，然后呢，从这一边出来，到达这个第一整流二极管。这个二极管，那么此时是处于正向导通状态，这边是正，是吧？那么它就通过负极出来，再到达这个负载电阻 RR 啊，返回电源的这个零线端，就是 N 极，这样就构成一个通路，也就是说的我们一个回路。好，当负半周来临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电压它是不断变化的，是不是？或正或负，不断跳动。当负半周来临的时候，那么上负下正啊，那么这个高电位就是在下面了，它是这样来流动，通过第二导通，正向导通，是吧？再通过这个点能器啊，返回到这个二楼端负极端，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回路。如果我们这里把它改成一个电解电能器，就是左正右负这样一个有方向的这个电解电能器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当负半周的时候，这个电路它就没有回路了，因为这边是负，这是低电位，这个是高电位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电能器它就储存不了电能，也就是说它充不了电了，那么这个电路就处于关断状态啊，关断状态。所以如果这个无极性电能器坏了的时候，你用这个有极性电能器去更换，它可能啊在短时间内就会产生不了作用，而且还会爆裂，所以这个
主能降压电路，这个 C 一定要用无极性电容器，要用无极性电容器，而且耐压必须是400伏以上的，高于2倍于输入电压220的这个耐压，用在这个位置，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。好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